严征博士毕业这一年，我们结束了10年恋爱长跑。婚礼结束后，我在短视频刷到了宾客视角，博主没有出镜，只露出一角白色裙边。镜头从台上正在交换戒指的我和严征，下移到他另一部手机里的聊天记录。评论区已经炸开了锅，人家秋雅结婚，你穿个白纱裙来，你干脆不穿得了。姐妹，我懂你，我以前也是这种绿茶，但你比我见多了。可没想到博主一点都不生气，甚至在这条评论底下回复：麻将搭子而已，自己心脏看什么都脏。麻将搭子，婚礼当天喊新郎去打麻将，有没有边界感？你没看人家都拒绝你了吗？博主看到后，在底下艾特了一个叫 Y 的账号，问你话呢？真拒绝我啊？那是个没发过东西，头像也是初始的小号，也没有回他。我的心却猛地下坠。半小时前，严征在婚房一脸为难的跟我说，实验室突然有急事，我得去处理下。老婆，你今天肯定累坏了，先睡吧，我忙完立马回家。严征是一个很热爱科研的人，我很不高兴，但并没有怀疑。此刻捧着手机，我的脑袋一片混乱。比起无条件信任严征，我更多的是难以置信，这么离谱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从大一到他博士毕业，我们已经在一起10年了。白天的婚礼上，我们俩读了给对方写的信，而一向冷静的他一度哭到哽咽，红着眼睛说，子瑜，一想到未来几十年都还是你陪在我身边，我幸福的快疯掉了。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人，原来也会欺骗我吗？我看了眼手上的钻戒，换下敬酒服，打车出了门。博主又更新了一张麻将桌的照片，还带了定位。开打喽，今晚不把师兄的老婆本赢完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师兄，可严征读的是一个男女比例很极端的专业，就我了解，他导师近几年都没有招收女学生。我突然想起，严征读研的时候，曾经不经意提起过，有个本科学妹暑假在实验室打杂，人还挺好玩的，没你温柔，也没你好看，性子咋咋呼呼的，我倒是第一次见这种女生。她提到过好几次，但是这次输在我和严征以年为计的恋爱中，算不上什么，所以直接被我忽视过去了。麻将桌边的2维码上有房间号，我站在门口，正好遇到阿姨来送茶水，于是往旁边避了避。门一开，男男女女的欢声笑语回荡在走廊。我清楚听到严征的声音，谁让你点菊花茶的，菊花性寒，生理期不能喝。女生说，那我喝你的红茶行了吧？张蓉蓉，我都喝了一口你还抢，算了算了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又有个男生问，洞房花烛夜啊，师兄，白天在婚礼上，你老婆的脸那身材，哥几个可羡慕死了，你还真舍得出来，又不是没睡过，而且还不是怪这个臭小张。指着前半句，我的眼泪就一下子流了出来。严征的语气嗔怪，却听不出一丝生气，反而打趣道，知道我损失多大就好，今天忙一天可给我累坏了，张蓉蓉，来给我捏捏肩揉揉腿。得令，我最亲爱的师兄。猛然间，我感觉头突然有些晕，扶住墙才让自己站稳，擦去眼泪，低着头大口喘着气。闺蜜发来消息，宝，如果是真的，那严征做的太离谱了。但话说回来，虽然很过分，但4个人打麻将也不是2人独处，你要不要再观察一下？毕竟你俩今天刚结婚啊。闺蜜的话让我稍稍恢复了理智。我也很想知道，那个大学4年对所有异性不假辞色的严征，读研时因为疫情冒着被学校处分的风险，也要跨省来见我的严征。婚礼前自己连好点的西装都舍不得买，为我选了近10万却只能穿1次的婚纱的严征。是什么原因，什么关系，让这样的他在新婚夜撒了个谎抛下我，出来陪另一个女生？我拨通了严征的电话，在他接通前又挂断了。严征立马发来消息，怎么了老婆？我没回，他又打过来。专属严征的微信铃声，那首唯一在门外响起的同时，里面的声音像被按下暂停键，戛然而止。我也终于整理好情绪，走到门口笑着问他，这就是你说的加班？在一起10年，严征一向是冷静理智的那个，而就在今天，他失态了2次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椅子在地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声音，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眼中的慌乱还没来得及平复。老婆，你别误会。我没误会啊，不是打麻将吗？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这么慌干嘛？严征小心翼翼道，可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我收敛了脸上的笑意，
面无表情看着他，原来你也清楚啊。严正的师弟忙打圆场，嫂子你别生气，是蓉蓉延毕了，工作也还没找好，我们怕她压力太大做傻事，所以陪她打个麻将解解压。我看向那个叫蓉蓉的女生，你没有其他亲人、朋友、闺蜜陪着吗？必须严正一个今天结婚的人来陪。张蓉蓉还没开口，严正捏了捏我的手心。蓉蓉论文跟我写的一个方向，我能劝到点子上。老婆，你也知道我们学校每年毕业压力很大，你也不愿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出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我没想那么多，让你不高兴了。他嘴上这么说，眼里却没有半分歉意，更加没看出心情不好，只有些隐隐的得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找了个椅子坐下来。行，正好我也没事，我陪你们打。张蓉蓉愣了一下，笑得灿烂。嫂子你会吗？说起来，师兄的麻将技术还是我教的呢。他这话一出，严正的脸色有一瞬不自然。大三那年过年，严正跟我第一次见家长，我当时还故意跟他俏皮，我爸妈都爱搓麻，你陪着打麻将，说不定能留下好印象哦。不会，我教你啊。可当时严正很礼貌，却拒绝的干脆，抱歉啊子瑜，我不太喜欢这种娱乐活动，我看你们打吧。后来严正读研时，却突然学会了。科研压力大，我身边很多同学的解压方式，除了健身，就是跟同学打麻将。所以知道后，我也没有多想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保研去了外省，严正留在了本地的学校硕博连读。哪怕是异地恋，我也没有经常查岗监视。可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以为的漫长而平稳的恋爱，在我尊重彼此私人空间的时候，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已经暗潮汹涌。严正的师弟摸了根烟出来抽，吞云吐雾时，我皱眉咳了一声。严正像是如梦初醒，别抽烟，子瑜闻不了烟味，而且我们在备孕了。他师弟忙掐了烟，一边开窗一边跟我赔不是。我摇摇头，直径坐到了麻将桌前。我坐在严正上家，而张蓉蓉是他下家。严正一直在观察我的表情，屋内的气氛诡异又平静。可他没想到我还真认真开始打牌。9条，刚结婚不过会2人世界，这么着急要小孩吗？子瑜读研时候压力也挺大，患上了多囊卵巢，医生说孩子能要早点要。研2的时候，我生理期推迟了3个月，人也突然胖了10斤。我吓坏了，以为上次见面安全措施没做好，忐忑的挂了号，发消息给严正，希望他能来陪我就诊。可严正当时在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，他给我打视频，语气充满歉疚，抱歉啊子瑜，我们导师不让走，等比赛一结束我就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当时的我害怕又难过，甚至想过跟严正分手。好在检查结果是虚惊一场，而严正确实比赛刚结束就连夜赶过来，没买到高铁票，他坐了7个小时的绿皮火车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整个人胡子拉碴，把我紧紧抱在怀里。对不起子瑜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担惊受怕了。想起来这件事，我忽然觉得很讽刺，不能陪我就诊，因为比赛重要，因为怕导师不高兴。可是新婚夜对我撒谎，来陪师妹玩乐，他就不怕我生气吗？还是说，他觉得我俩办完婚礼已经捆绑在一起，就算我知道真相生气，又能怎样？走神的间隙，张蓉蓉突然说，那嫂子等你生小孩，师兄挣奶粉钱的压力可就大喽，毕竟你。张蓉蓉个子娇小，发育的却很丰满，她看向我的胸前，意味不言而喻。我刷了一下冷了脸，别对你嫂子瞎开玩笑。张蓉蓉撇了撇嘴，我也是关心你们啊，我平时就是这样的，爱开玩笑，没啥边界感，嫂子你别生气啊。我轻轻吃了一声，我知道啊，毕竟如果你有边界感，我和严正也不会这个时间，不在婚房在麻将馆了。好了好了，打牌，一桶。严正打出一张牌，侧身低声道，老婆，回去要怎么罚我出气随你定，可是蓉蓉一直没心没肺的，难过也不表现，她最近真的压力很大，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可实在情况特殊事出紧急，你就暂且让小姑娘，好不好？我反问，她的压力是我给的吗？我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来谦让她？张蓉蓉嚷道，师兄你俩干嘛？不会再偷偷看牌吧？他眼珠子一转，师兄你打了一桶，那张牌你是不是也不要啊？快打给我。严正轻笑，哪张啊？我可不会故意给你放水。哎呀，就是那张。他在自己的胸前张开手比划了2个圆圈。严正下意识看过去，喉结微动，打了张2桶出去。好爷，我胡了。他兴奋地把自己的牌推倒，几乎要靠在严正身上拍打他的胳膊，给钱师兄。
我很难形容自己到现在为止的心情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再不做点什么，那我真的白活20多年了。差不多得了，我直接站起身，把所有麻将牌用力一推。张蓉蓉的茶杯放在手边，背带翻后，茶水全泼在了她的手臂上。好痛！她惨叫一声，捂着被烫红的手臂，眼泪大颗砸了下来，委屈的看着我，嫂子，我哪里得罪你了？如果我跟师兄让你不开心了，你直说，干嘛坐下打牌又翻脸？你没事吧，蓉蓉？严正心疼的捧着她的手臂查看，紧接着对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指责。子瑜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组这个局本来就是想让蓉蓉解压，你们又不熟，是你非要硬插进来，我不就为了张牌让她胡了一把，你至于掀桌子吗？他额角青筋直跳，给蓉蓉道歉。我道 NM 的歉。我气得胸腔起伏不定，几乎是用尽了浑身力气，抡圆了巴掌重重扇在严正脸上。啊，你没事吧，师兄？严正被我打懵了，他通红的脸颊上慢慢浮现出5个指印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在张蓉蓉的尖叫声中，我又一把揪住她的吊带裙领子，扇了她一巴掌。嫂子，你冷静，好好的怎么动手打人呢？严正的2个师弟，一个忙着安慰张蓉蓉，一个忙着指责我。新婚夜喊新郎出来打麻将，对着别人老公用自己的胸比划2筒，你们都还有理？是不是等你们躺一张床上了，也要跟我说只是在解压？我想起在来的计程车上，在张蓉蓉的抖音上翻到的那些视频，气得浑身都在发抖。目光从眼前4个人脸上依次扫过去，2个舔狗，一个绿茶，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们4个就别拿麻将搭子当遮羞布了，锁死好吗？别来祸害正常人。子瑜，严正钳住我的手不放，我和蓉蓉没你想的那么不堪，是我没处理好，但是没必要闹成这样。他重重叹了口气，我不逼你道歉了，你现在情绪上头，我们回家慢慢说可以吗？我看着严正，10年，从校园到职场，这个陪我从青春年少到成熟的男人，原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烂透了。是我在自欺欺人，强自为他加上回忆中的滤镜，是我一次次忽略了那些细碎的违和的地方，直到今天彻底爆发。严正，你是不是忘了下个月7号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？严正一愣，神色慢慢慌乱。我们先办了婚礼，准备等到纪念日再领证，现在看来这张证也没必要领了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严正，我们完了。我大步往外走，严正在后面追了几步，又因为张蓉蓉一句委屈的好痛停住，心像破了个大洞。明明是5月，却像有冷风在往里吹，吹得我难以忍受。我没有回婚房，这么晚了，我也不想让爸妈心情大起大落。随意进了家麦当劳，坐在窗边，一个好朋友突然发来他剪的婚礼小视频。迎宾的 Q 版人物是我喜欢的动漫角色，舞台两侧堆满了我最喜欢的无尽夏。肆意活跃气氛的时候，严正不假思索回答出了10个跟我有关的问题。我默默看着，视线渐渐模糊。好友说，你和严正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，一定要继续幸福下去啊。心中五味杂陈，我迟迟没有回复。手机震动，又给我推送了张蓉蓉的账号。他回复网友，他俩没领证，只办婚礼不领证，你猜是因为什么？他女朋友是个文科粉领，读完研月薪也就几千块，靠我师兄养着。我可是黄领工科皇帝，如果师兄选择我，那才是强强联手吧。10年了，师兄估计早腻了，责任感而已。如果真那么爱，怎么会这种时候来陪我？网友也咬牙切齿，别光骂绿茶了，如果男方没给信号，没放任他接近，这些事也不会发生。大家看绿茶其他视频，这男的也不是好东西，渣男贱女给我锁死，别去害原配小姐姐。张蓉蓉的账号里记录了很多日常，几乎每一条都有严正的存在。暑假留校啦，认识了很厉害的师兄，工科学校少见的清爽帅哥，人也很温柔细细。今天在学校偶遇师兄了，鞋子好丑。配图的聊天记录里，张蓉蓉说，师兄，你今天穿的鞋不是你的风格，下次别穿了。严正，那小张这么有审美，帮我选一双呗。可那双鞋是我用奖学金给严正买的情人节礼物。过了几个月，张蓉蓉发了张篮球场边的合照，里面的人脸都打了码，但还是能看出只有她一个女生。她身体往严正那边倾斜着，手上比着半个心形，严正则竖着大拇指，脚上是同款不同配色的鞋。
还有一些朋友圈截图。张荣荣抱怨课程论文只打了及格分。严正评论，你的学术水平在老师面前就是穿开裆裤的小孩。张荣荣回怼，你很厉害吗？那你的水平在老师面前也等于没穿衣服。再过几天的视频里，张荣荣在问严正借的书上写，师兄，今天上课穿衣服了吗？和严正异地的时候，我拒绝了所有异性的示好，一心为了我和他的未来而努力。而他和张荣荣时不时约着吃饭，互相带奶茶，分享歌单。最近的一张截图，严正问张荣荣愿不愿意来参加婚礼。张荣荣回，为什么会觉得我不愿意呢？严正回避了这个问题，人来了就行，不用随份子。我机械的往下翻着，目光慢慢凝滞在一张照片上，面前的炸鸡和薯条迟迟没动，凉掉后散发着油腻的气味。我忽然偏过头，腰几乎弓成瞎子，捂住嘴干呕一声，恶心，真的太恶心了。生活真的好会捉弄人。白天的我还自以为是最幸福的人，可到了晚上，对那个曾以为会相伴一生的枕边人，所有认知和信任统统崩塌成废墟。早上8点，我回到了自己家，一开门，妈妈的笑容凝固在眼角。囡囡，怎么了这是？我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，妈妈却一眼看出了不对劲。儿媳妇回来了，怎么没跟小征一起？是严正父母，他们居然大早上就在我家。昨晚我找了个酒店睡了一夜，严正给我打了无数电话，我直接拉黑。他心里有鬼，应该也没敢告诉长辈昨晚的事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爸爸给我倒了杯热茶。严正妈妈笑着看着我，子瑜虽然也是名牌研究生，但文科生也没什么用，我们家也不指望你挣钱。等领了证，让小征把你带去高校做行政，听说家属工作都挺清闲，你和小征男主外女主内，再好好调养生个大胖小子。子瑜这么温柔，一看就是贤妻良母的料。我平静地喝了口茶，阿姨，我不准备去。什么？严正妈妈一愣，怎么不去？不是，昨天改口茶都喝了，子瑜怎么又叫我阿姨了？因为门铃伴随着急促的敲门声，将我的话语打断。严正气喘吁吁出现在门口，衣服甚至都没有换，皱巴巴的，胡子拉碴，只是一夜过去，简直像变了个人。子瑜，双方父母也都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气氛一时有些僵硬。我看着他，你说还是我说？我真的只把她当学妹，以后都跟她保持距离好不好？不会再因为这种事惹你生气了。他近乎哀求的看着我，我只是没处理好，又没有出轨，你不能就这么给我判了死刑。所以你一直都清楚，你明知道很多事我知道了会生气，但你还是做了。我把手机递给爸妈，又看向严征。我刷到了张荣荣的视频账号。严征似乎想到什么，脸色越来越白，指甲深深掐入掌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口道，那次大姨妈3个月没来，我担心是怀孕了，想让你回来陪我就诊，你说比赛重要走不开。可是严征，那场比赛不是在你说的前一天就结束了吗？昨晚那一刻的恶心和痛苦又再次弥漫上来。那张照片里，张荣荣拍了2碗面，有幸跟优秀的师兄来参加比赛，吃到 A 市最火的海鲜面啦。可惜昨天老板有事没开门，师兄看我失望，陪我多留了1天，嘻嘻。底下的时间就是我去妇科检查的那天。那一天，我正一个人坐在满是消毒水气味的医院长椅上，一个人忐忑不安地等待检查结果。而严征明知道我有多慌张和害怕，却选择对我撒了个谎，留在 A 市，只为了陪师妹吃1碗面。小征，子瑜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是不是他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？爸帮你教训他。严征爸爸满脸怒容，抬起的手却迟迟没有落下来。我笑了笑，目前还没有，但是也足够结束我们这段关系了。爸妈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很久。你舍不得打，我打。我拦住要动手的爸爸，爸你消消气，我自己来，我现在打还算感情矛盾家庭矛盾，你动手万一要赔钱怎么办？话音刚落，我就利落的又给了严征2个耳光。严征被我打得偏过头去，眼里却是密密麻麻的难过。子瑜你打吧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怎么打都行。你就算让爸把我往死里打也可以，不要这么揣测我，你明知道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也没想过对不起你。我笑着反问，严征，我自以为清楚你是什么人，才会被你骗了这么多年，我现在不想当傻子了。爸妈脸色铁青的把严征一家赶走。严征父母还在极力为自己儿子辩解，我只说了一句昨晚婚礼结束后
他撒谎加班，实际上去陪暗恋他的学妹打麻将。他爸妈就跟被掐住脖子的鸭子一样闭了嘴。看，但凡是个三观还算正常的人，只这一件事都能轻易判断是非对错。但毕竟是自己儿子，他俩还在试图求情，小征就是一时拎不清。昨天刚办婚礼，亲朋好友都来了，这个时候闹掰多难看啊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笑了笑，不好，我不想等到真的覆水难收的那一天再后悔。当天下午爸妈就陪我去了医院，拿到检查单的时候，我长舒一口气。我不幸又幸运，在我还没被那张纸捆绑的时候，在我的肚子里还没有揣上新生命的时候，能够及时止损。走出医院，我打开张蓉蓉的账号，热心网友们快急死了，死大数据快推送啊，推送到新娘那里。5月1号在某某酒店结婚的小姐姐，你老公跟师妹搞暧昧。我在底下回复，谢谢，看到了，已跟男方结束。没一会就有人看到了，纷纷回复我，好样的小姐姐，这种渣男不值得留恋。大家快截图，绿茶开始删视频了。严正应该是告诉他了，张蓉蓉的视频在快速消失不见，直到最后变成私密账号。可他俩大概没猜到，昨晚我一边忍着难过，一边录了屏。他改了简介，我有抑郁症，真被你们骂出事，你们都是凶手。严正又在我家楼下堵住我，子瑜，你对我要打要骂都可以，但是蓉蓉还小，她只是做事没分寸，那些网友吃饱了撑的，快把她的现实信息都扒出来了。还有很多人在造谣她，你昨晚打了她，她也受到惩罚了，罪不至此，你能不能在网上帮她澄清一下？我几乎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，才会听到这种荒唐的令人发笑的话。我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平心静气了，可这一刻我居然还是很难过。我一字一句问他，视频不是他自己发的，照片不是他自己拍的，那些文字和暧昧的话不是他自己写的，仗着自己是素人胡作非为，没想到居然有一条爆了，他因为自己扭曲的三观而被千夫所指，我一个受害者为什么要帮他澄清？可你以前明明那么善良。我只是善良，不是圣母。你说他年纪小不懂事，那你也不懂事吗？如果没有你的配合和放任，他一个人的独角戏能怎么唱？严正，你才是那个罪魁祸首。爸妈知道严正又跑来，气得大骂一顿，怕我难受，带我去外面吃了一顿大餐，在江边吹着风散步了很久。我发了朋友圈声明和严正结束。昨天刚参加完婚礼的亲朋好友一片哗然，严正的父母又打电话来，咱们两家都是体面人，昨天刚结婚，今天就离，咱们丢不起那个人啊，子瑜。叔叔阿姨待你不薄，你也替我们想想好不好？这样，让小征带你去买点金子包包，再把新房加上你的名字，好不好？我说，又不是因为我做错事，这段感情才结束，我为什么要觉得丢人？让你俩丢人的是你儿子，你该好好质问他，做出那些事的时候，怎么不替自己父母着想？父亲抢过电话挂断，又把号码拖进黑名单。妈妈踟蹰着道，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你俩毕竟刚结婚，我怕子瑜以后找对象，万一人家听说这件事，那又怎样？爸爸沉着脸，认真的看着我和妈妈，我为什么要为一个没影的女婿考虑？从小到大，你和我没对子瑜说过一句重话，可在我俩看不到的时候，别的男生却让他受了那么多委屈。我只要我的女儿不再继续难过，什么面子我不在乎。我眼眶一酸，忙转过头去，任凭江边的晚风吹走还没落下的泪。身体两边突然一沉，爸爸挽住了我的胳膊，妈妈从右边抱住我，他俩异口同声，子瑜，你想怎么做爸妈都支持，只要你开心。假期结束，我向公司递交了辞呈。严正还不死心，他的脑子似乎终于拎得清了，没再为了张蓉蓉来跟我求情，而是变着法的想和好。他已经去了入职的高校报道，那所学校跟我家一南一北。他每天早早来楼下，给准备去晨跑的我送早餐，晚上再跨越大半个城市回来，我不见，他就一直坐在楼下等着。如此这般大半个月，他眼下都多了些青黑，所以今天我下了楼，叫住了他。他眼神刚亮起来，就听到我说，以后别来了。严正忙道，那几年异地，我错过了太多陪伴你的时间，我现在加倍补回来，好不好？我摇摇头，可我不需要了。我爸重重从鼻子喷了口气，冷笑道，早干嘛去了？老婆，臭小子你乱叫什么？我拦住要动手的爸爸，让他先回去，我单独跟他谈谈。爸爸面色不善地上了楼。没一会儿，楼上亮了灯，
我抬头一看，爸爸靠在窗边紧盯着这边。我轻轻吐了口气，严征，我俩之间应该没有经济纠纷，各自亲有的份子钱各自退回去，彩礼我会退还，房子你家买的，陪嫁车和嫁妆都在我这，证也没领。可我没想过分开。他紧紧盯着我，突然红了眼眶，子瑜，10年了，我从来没想过跟你分开，婚礼上我说的话都是真心的。那张蓉蓉算什么？他顿了顿，她就是个崇拜我的小学妹，又热情，我也不好对人家冷冰冰的。后来渐渐熟了，我只是拿她当个异性朋友，我没跟她做过什么越界的事，我根本就不喜欢她。也是，如果真的喜欢张蓉蓉，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呢？上岸第一件，先斩意中人才对。她博士毕业，拿了高校的 offer， 抛弃糟糠原配，转向更年轻的女孩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所以她只是享受这种感觉，一边是相伴10年的女友，一边是年轻学妹。日复一日中，她早就熟悉了我的温柔爱意，师妹的热情和崇拜，更能让她的那颗心脏疯狂跳动。她既要又要，觉得只要没越界就没有问题。可是真的没越界吗？严征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没说情话，没接吻，没上床，那你所有偏向他，你放任他入侵你生活的时刻，都可以轻轻放下，一笔勾销？你不是不懂，你只是侥幸，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只是觉得10年了，我们俩已经纠缠的那么深了，怎么可能轻易离开？但是你看，选择离开也没那么难，不是吗？我自觉已经说得足够清楚，转身想上楼，严征却死死拉住我不放，读研开始我们俩就不在一起，我只是有些寂寞，我知道自己错的离谱，我已经跟学校说了，你去做行政，我一定努力拿项目发论文，我们俩天天形影不离，你时刻监督我，好不好？他几乎要哽咽了，仿佛失去我这件事真的让他这么难受。别放弃我，我不会再跟蓉蓉联系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可我却在想，如果他真的会难受，那就不会做出每一件可能会失去我的事情。我摇摇头，到现在你还以为只是因为张蓉蓉吗？没了热情似火的学妹，未来你还会遇到优雅知性的同事，娇俏天真的学生。当你的心已经开始游移，那你就不值得我再信任了。曾经那个眼里心里只有我的少年，早就死在回忆里了。严征，以前我没有跟你选一所学校，而是去了另一所文科实力更强的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我从来都没想过依附于你制造的避风港。我们都喜欢孩子，身体原因我也想早点生育，读博压力大，所以我选择毕业后出来工作。我那个时候爱你，所以愿意成为为了家庭而稍微妥协的那一个。可现在既然已经结束了，我也该好好走自己的路了。晚风有些冷，我却拒绝了严征想披在我身上的外套，坚定的一点点挣脱他的手，留他一个人站在原地，身影孤寂。共友转发了严征的朋友圈给我，只是吵架，子瑜有些情绪上头，谢谢大家关心，我会哄好的。他还不想放弃，可我也不想再理会了。我辞职后，专心为4个月后的博士申请做准备。数日后的深夜，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。喂嫂子，我是严征的朋友，他喝多了一直喊你的名字，你能来接他一下吗？我挂断前，隐约听到那头的嘈杂声音里，严征含糊不清的喊我的名字，像是张蓉蓉的声音在旁边说，师兄，他不要你了，你不能回头看看我吗？我一直喜欢你的啊。你滚，我不要你。没多久，张蓉蓉突然私信了我，你既然准备分手了，就别藕断丝连，给师兄希望。我回复，那得看你的本事了，操心别人之前，先想想自己拿不拿得到毕业证吧。张蓉蓉似乎有些破防了，她突然转变话题，宋子瑜，你猜2年前，师兄真的没帮你抢到酒驾吗？没等我反应，又发过来一张聊天记录截图，截图里张蓉蓉说，谢谢师兄帮我抢到酒驾，爱你。我呼吸一滞，2年前的酒驾是众所周知的难抢，发现一个小程序有苗的消息，我拜托严征帮我一起抢，可等到开放时间直接被秒光，严征说他也失败了。而这张截图里，张蓉蓉说，你为了帮我抢，把女朋友的那个忘了，他不会生气吧？严征回，不是说处打了才有效果吗？他早都不是了，打也没多大意义。你还没交过男朋友，打了师兄才放心。张蓉蓉回，嘻嘻，我倒是想谈恋爱，得看对方愿不愿意了。他一字一句充满得意，看到了吗？你只是赢在比我早到。师兄既不在意你的身体，也不在意你的心情，他早就不爱你了。他只是习惯了，等他自己意识到，
你迟早也被抛弃，不如现在自觉点自己滚。我坐在那里，不知过了多久才回过神来，可回过神后，却觉得有些可笑，就像是一个地狱笑话。这段时间我突然面临的冲击已经够多了，再多来一件其实也没那么严重，如果他发的再早些，也许还能伤害到我。听说严征跟张荣荣撇清了关系，还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，怪不得他怎么都掩饰不住字里行间的急躁。我想了想，打字道，可就算没我，你师兄也没想要你啊，暧昧而已，还真以为自己能上位。那天晚上我下意识录了音，如今正好派上用场，然后怒气冲冲发了条语音，你看他还为了我买醉，你这么急，那我偏不让你如意，我现在就打车去，有本事你就来抢啊。录音里严征那句我根本就不喜欢张荣荣，就算你不要我了，我也不会选择他，让对面沉默了很久。我发完就反扣手机，如常读书看文献，等洗完澡准备上床时，手机再次响了，是张荣荣和熟睡的严征的自拍，在床上的。我给他了，他必须对我负责，你俩没可能了。我再次录了屏，在心里对他说了声谢谢，谢谢你为我送来最重要的证据。我连夜把所有录屏和文字记录做成 PPT 发在了网上，也发给了严征即将就任的学校纪委邮箱。如严征所说，那些事就算对我造成的伤害再深，可就事论事，也触及不到纪律评价的那条界限。我发在网上，也不过是网友不痛不痒的咒骂几声，对严征的前途和事业影响微乎其微。可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我本来只是想从他那里弄到一些实质性的证据，可没想到他狗急跳墙，自作聪明，添上了最重要的一块砖。我和严征办完了婚礼，只差领证，而且严征也没在朋友圈承认分开，这下就是妥妥的出轨了。而张荣荣之前那条视频热度很高，舆论很快就起来了。张荣荣喜欢暗戳戳分享和严征的日常，又有人扒出来他的红薯小号，有条帖子说大学毕业了，实验是师兄做的，数据是师兄给的，论文也是师兄写的，人家笨笨嘟，只能在旁边喊师兄好棒哦。师兄还帮我写了小论文，今天请教人家学术妲己，嘻嘻，还配了张图，是一篇不错的期刊接收邮件。很快有人扒出来，张荣荣就是凭借这篇他单独署名的论文，让他留校保了研。本来最差的结果只是严征被 A 大退货，他还有机会选择其他差一点的学校，而现在涉及到学术不端问题，如果查清属实，严征未来的学术生涯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再次见到严征，比起上一面时的悲伤，他此刻眼里却是委屈和指责。子瑜，你说好聚好散，为什么现在要对我赶尽杀绝呢？我皱起眉疑惑道，明明是你做的过分至极，现在却来责怪我对你赶尽杀绝，有因才有果不是吗？这些天的舆论，从网上到现实，很多人都在吃瓜。666，演都不演了，我为了写论文头都秃了，改来改去查重都花了大几百，人家跟师兄撒个娇就什么都有了，我才惨好吗？我是 PDF 女主同班同学，大学4年就没8点后起过床，学生会社团比赛忙个不停，张荣荣天天在朋友圈晒吃喝玩乐，结果一篇论文翻我 0.3 分，我被挤出保研名单，只能苦逼考研了，我恨他们。早就想说了，只是不认识这位的正牌女友，我是男主博士同学，很多人都知道他家里一个，实验室一个小老婆，恶心死了。谁说生活没那么多观众？热度还没过去，网上时不时有人发帖，偶遇严征和张荣荣。张荣荣跑到学校缠着严征哭闹，口口声声我第一次都给你了，你必须对我负责。但是严征本来就不想负责，更是因为他工作都丢了，怎么可能有好脸色？他没忍住动手推了张荣荣，没想到张荣荣脚摔骨折了，还报了警。等到严征被拘留，张荣荣又对着警察哭闹，我只是想吓唬他一下，谁让你们把他关起来的？我不管，我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，你们凭什么不让师兄出来？他如果因为我在留了案底，我俩肯定没可能了。然后他差点也因为妨碍公务被关进去。等严征灰头土脸出来，已经是好多天后了。他不说对张荣荣恨之入骨，那也是避之不及。见到张荣荣跟见了鬼一样，只咬牙切齿留下一句，我最后悔的就是婚礼那天晚上，一时心软被你骗出去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的生活我的事业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两个人再怎么纠缠，我已经无心再去刻意关注了。我从9月开始准备申博材料，写研究计划书、个人自述、专家推荐信。
虽然毕业后工作几年，再回头选择读书，但我读研时的成果可一点不掺水。日子紧张又有条不紊的往前走。第2年5月，我被心仪的学校录取了。也是这时候，我再次听到了张荣荣的消息，她又在网上小火了一把。那些事情搞得她根本无心写论文，也没有第2个研征再来帮她。哪怕学校愿意给机会，她最终还是灰溜溜的只拿到了结业证。她凭借本科学校进了一家普通公司，结果因为习惯了不劳而获，出轨了已婚上司，被对方妻子在公司揪着打。好事者拍了下来，传到网上，网友乐了，军训喜欢教官，上学喜欢师兄，上班喜欢领导，小姐姐你真是一点弯路都不想走啊。张荣荣的事被重新提起，吃瓜网友又开始关心起另一位主角的现状。我是男主同学，他在这个研究方向确实挺强的，所以竞争对手抓到机会肯定想彻底按死他。他被查出学术不端，还有作风问题，甚至还因此进过局子，一般稍微爱惜点羽毛的学校都不会要了。好像也是去上班了，好巧不巧跟绿茶师妹的公司在同一个园区，又被缠上了。他爸妈给他找人相亲，每次都被绿茶师妹搅黄。绿茶干的唯一一件人事，别让渣男祸害无辜小姐姐。博2那一年，我再次遇见了颜征和张荣荣。我带父母出去吃饭，餐厅那头突然吵闹起来，我也张望过去，猝不及防就看见了颜征。短短1年多，我几乎要认不出他了。曾经那个清爽帅气，在男生众多的工科学校也十分出众的颜征，如今微微发福，胡子拉碴，嘴角下垂，眉心有条很深的竖纹。而旁边缠着他的张荣荣消瘦干瘪了许多，满脸刻薄。正阴郁的看着颜征，我天天去给你洗衣做饭，我以为你终于愿意接受我了，你居然还出来相亲，颜征，你这个渣男。对面的女生听着听着，脸色不屑又警惕，拿着包做事要走。在众多异样的目光里，颜征也破罐子破摔了。他突然一把揪住张荣荣的头发，不甘示弱的骂道，是我求你来给我当保姆的，还骂我渣男。我渣不渣你不是早就知道了，上赶着犯贱就别得寸进尺。你上次去我公司闹害我升职失败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贱人。张荣荣哭了起来，她不耐烦地拖着他往外走，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我，然后她愣住了，紧接着突然低下头，一言不发，继续拖着张荣荣往外走。放开我，你别动我。张荣荣奋力挣扎，摸到了一旁桌子上的餐刀，胡乱挥舞了几下。餐厅所有人都惊呆了，颜征捂着眼睛，鲜血从指缝渗了出来。张荣荣脸色惨白，脱力的瘫倒在地。回去的路上，妈妈叹了一声，一地鸡毛啊！明明有10年的回忆，而且当时她也确实没真的越界，子瑜能及时止损，真的很果决了。我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，笑了笑。有些感情会随着时间越酿越甜，可有些感情只会随着时间暴露出问题，本质上其实就是没那么爱，所以全部割舍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生活一直在告诉我，不要为了打翻的牛奶而哭泣，不论什么时候重新上路都不迟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